如果你在冬天的挪威登上一艘游船，那请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迎接你的可能是风和日丽的海面、乌云密布的峡湾，还有说来就来的暴雪。当然了，也会有心旷神怡的风景。欢迎来到北部热闹的城市斯乌尔维尔，欢迎探访精灵峡湾。斯乌尔维尔是罗夫敦群岛上的旅游门户，岛上众多的特色体验项目都是从这里聚集和出发的，峡湾游船就是其中最热门的一个。这个水好像很浅的样子，它这水很蓝。精灵峡湾也可直译为特罗尔峡湾，从斯乌尔维尔乘坐普通游船，大概需要1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峡湾的深处。俊俏的岩壁、透亮的海水、狭窄的入口，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景色。有趣的是，谁能想到面前这宁静的峡湾，竟然在1890年发生过战役？当地渔民和工业渔船队伍曾经为了争夺峡湾入口，在这里展开战斗。除了乘坐游船，也可以选择从码头乘坐快艇，近距离感受峡湾的美景。今天我们来到罗夫顿的精灵峡湾坐游船，然后现在这边在下大雪，但是挪威的天气就是片云是雨，看这边艳阳高照。坐快艇的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的，不仅是美丽的峡湾风景，还有这条线路的重头戏——白尾鹰。在沿途的航程中，你会发现它们或成群守在山头，或像个王者一样独立在雪中。那个下雪的小镇是吧？这边的雪块都特别大，咱的车又被雪盖住啊！我又得清理车了啊！游船之旅结束后的罗夫敦，又让我们感受了一次天气的多变。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从能见度极低的暴风雪，开到慢慢放晴后的夕阳余晖。一定是造物主的偏爱，才造就了这无论何时都让人一眼沦陷的峡湾。还有鹰，亮晶晶的。这是10公路沿途中我最喜欢的一个休息站。哪怕5年过去了，我还能记得这个峡湾中的观景台。在冬季，这里显得更加的宁静。走在被积雪覆盖的木栈道上，
只能听到踩雪和鸟叫的声音。我们将从这里出发，去探索一些新的风景。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东湾岛。整个路线从下方的斯沃尔维尔出发，在刚刚停车的观景台处，沿逆时针方向环东湾岛一圈。我们提前一天在地图上标记了一些觉得感兴趣的停车点，然后从一个无比晴朗的早晨出发，准备来个随性的自驾之旅。我就这闭着眼照，都是 OK。今天天儿副驾眼睛都长外边。副驾的眼睛都在外面。就这样走走停停，全程不到80公里的路程，却被我们走了快7个小时。咱们俩这是标准的观光客。咱们俩这个照这样玩是标准的来不及啊！这是2天的行程啊！你的那个什么，你的手机呢？啊，在我这儿。啊，赶紧走！哎呀，不能再这么停了。这点儿太大点了。再几个小时日落，今天几点日落？4点13分。好。咱俩这劲儿，一上午走了30公里，这挺好看的。都是沙滩，你看这都是沙子，这底下还有小椅子、桌子。出现吧，我的停车点完了。哎，那。由于被冬天厚厚的积雪覆盖，有些地图标注的停车点，车子根本无法驶入，美景就只能留给夏天吧。那不一定能过去，夏天能过去，停不了。这是夏天能过去，是吧？这还有个车杠，这你咋过去？对，就是啊。应该弄个铲雪车给它撞开，咱就能进去。走吧，下一个吧，应该附近还有一个。他们在堆雪人儿，你看，当地人。建了个小城堡，是啊，堆了个小城堡，小朋友。这边你发现了吗？都是推个雪橇，都是1人1狗，开局1人1狗，对，还都是特大那种狗。就是这是这次车上我感觉啊，都没有那种欢声笑语，主要是这个道太险了，咱俩都集中注意力在这个道上了，都没怎么嘻嘻哈哈。根据谷歌地图的指引，我们找到了这座位于岛尽头的小灯塔，就在远处这里。这里是一座小村庄，然后呢，非常的宁静，然后人也非常的稀少，在一路上我们几乎没有碰到什么车辆。这里给我的感觉非常像亨尼斯维尔，然后有彩色的小房子、灯塔，然后远处还有捕鱼的船，各种海鸟围着船在飞来飞去。但是人口觉得会比那边少了很多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现在是下午的3点10分，但是这个天呢，看起来就像马上要日落了一样。其实在北极圈的冬季，每天都是这样的，日照的时间非常的短，然后天气每天也非常的多变。看着远处的云，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要下雪，但是我们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，是艳阳高照，所以不知道今天晚上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。
如果朝着灯塔的方向走，是不是就可以找到岛屿的尽头？如果峡湾有声音，是不是就跟这首挪威哼唱一样，悠远且空灵？在小岛上，我们翻阅曾经的美好记忆，也继续探寻从未曾谋面的新风景。白雪为山峦和树木换了颜色，漂浮的碎冰装点如镜子一样的水面，而我好像也被挪威偏爱。如此多变的天气，总在最合适的时机送我秋季的无数道彩虹，赠我冬日的阳光灿烂，让这冬天的景色不止于单调的黑白，还有小木屋的多彩，水的绿，天的蓝。回程已近日落，果然如天气预报所料，飘起了雪。道路两旁的树木被裹上银装，驾驶难度也徒增。还好在天黑前回到了城镇，还见识了北欧人雪中独特的出行方式。是个雪橇，真的是还滑着雪。他自己也穿个冰刀，他自己也个小孩。哦天呀，这要是雪在刚刚那路上，我刷牙的洗手间，记得吗？这有几个桌子，咱当时还在这拍的。今天是返程去莫斯科内斯码头的路上，我们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停车场。这个停车场对我们来说呢非常的有意义，因为在5年前的这个晚上之前，在这附近看了极光，并在车里住了一夜，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停在了这个停车场做一个整理休息，然后在这边的餐桌上吃了早饭。现在下的大雪是这个样子的，并且这旁边还有一个洗手间、休息室在这边。记得当时一大早，我们就在这里洗漱，非常的有意义，非常的有纪念意义。然后在这个停车场的下面还有一排小房子，应该是住宿的地方。地重游。在探索新世界的路上，重逢也令人格外兴奋。在不断相遇的似曾相识的场景中，那些跨越5年的珍藏回忆被一帧帧重放。在云雾中穿梭，在雪地里行走，看跳舞的极光，听峡湾的歌唱。当又要说再见时，才发现偏爱挪威的还有我自己。时间在转动，季节会更替，多庆幸我们依旧是心中装着世界和远方的年纪。离开或许并不是告别，因为我始终相信我们会再次重逢在某个夏季。
们正在博多市政府的门口，看到远处那辆黑色的小车了吗？今天是我们在挪威的最后一天，在还车之前就找到了市政府门口的这个充电桩。人走在马路中间，然后看看他帽子里是个什么东西。奶龙背在了他的帽子里。